大家好，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报税软件，你有可能是不用付钱就把 T2 给报了。这个工具叫 Cloud Tax。如果你的公司的税务是很简单的，而且你是第一年用 Cloud Tax，你很有可能是不用花钱，0分钱你就把税给报了，或者说你自愿可以给个1-2块钱来支持这个平台。下面我就开始讲如何用这个工具。首先呢，就要在这个工具 Cloud Tax 里面 create your profile。Profile create 了以后，往下走，系统就要求你 create new T2 return。往下走的话，就到了 Business Profile 这个页面，就填一些公司的基本信息。这一页是填那个 shareholder information 的，这一定要记住哈。它这句话 ，provide only one number, business number, partnership account number,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or trust number per shareholder。它的意思就是说，这3个 number 你只要填一个，不能2个一起填，不能3个一起填。我这边就是 signing officer。基本上就是公司的那个 shareholder。等 business information 填完了以后呢，就应该是再往下走。下面我们在 Cloud Tax 里面，到了这个页面，它就是说要开始填 schedule 填那些表格。然后他首先问你，你可以从 CI auto fill 吗？还是说可以 import 你的 forms？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用 Cloud Tax，所以这2个 import from forms 我没有，然后 auto fill 也没有，然后我就会选 skip。I will enter them manually。在填 schedule 之前呢，我们在 Excel 里边要把 income statement 和 balance sheet 做好，然后就直接从 Excel 上面把这些 data 抄到那些 schedule 表格里面。OK，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加表格。看过我上个视频的朋友应该能记得，我们第一个要做的表格应该是先做 schedule 8，先把折旧算好。我们第一个表格先加 schedule 8 capital cost allowance， 然后第二个表格我们可以加 schedule 125 income statement， 第三个表格我们要加 schedule 100 balance sheet。 OK， 然后接着我们要加 schedule 1 net income loss for income tax purpose， 然后 S4 schedule 4 corporation loss continuity and application， 然后接着应该是要股东的信息schedule 50 share information， 然后还有就是 schedule 141，这是说谁帮你报的税，告诉税务局谁帮你报的税 schedule 141。然后
Cloudtext 没有 schedule 500，因为在前面的问题当中他问过了，你是在哪个省，它就应该是自动在后台自动帮你选定了那个公司的在那个省份的税率，应该是11.5%。那现在我们先来填 schedule 8。schedule 8这个问题它是问这个问题 corporation under income， 这个它是问这第一个问题呢，他是问的说你公司有没有买什么比较特殊的这种设备，你需要快速折旧，而不是走通常的每年折旧25%这个渠道。你想快点折旧，不是说每年只能折旧25%，比如说你想折旧50%、80%，这个问题你要回答的。像我们是走正常的，每年就是对于有形资产的折旧、设备的折旧，就基本上25%，没有那种特殊的，所以我们会选 no。然后第二个就问你有没有跟别的公司有关联，比如说你开了多家公司，老板都同一个人，我们没有，我们税务很简单，就一个公司。那下面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到了这个 CCA calculation 就是折旧的这个计算了。你看这里 box 200有 class number， 就是说折旧的类别。那这个我们怎么填呢？如果看过我上一期视频的朋友应该记得，我们用另外一个工具 future tax 算的时候，我们用的在2024年我们算的用 schedule 8算出来2024年折旧完以后剩下的那个额度是多少？我们回到2024年，这是2024年 schedule 8我们报的折旧，2024年报的折旧，2024年 class 8、class 14.1和 class 10这3个类别报完了以后，我们要拖到表格的下面看这个colon 的24，这个24 colon， 你看8.0剩下是 class 8.0剩下是8101class 14.1无形资产的剩下154 class 10.1车辆方面的折旧剩下2355。那这3个类别我们照抄，这是2024年折旧完以后剩下的额度，我们照抄回2025年 schedule 8。好，你看这里 class number OK， 我们选首先是8.0这个 class 对吧？从这边选8.0 OK， 还有个14.1无形资产的折旧，从这个下栏菜单里头找14.1这个无形资产的折旧，还有一个就是10.1车辆的折旧。那把数8101、154和2355。8101、154和2355，是不是？我们回去看2355、154、8101、2355、154、8101，对的，我们填完了，这就是 schedule 8我们该填的。你看这些灰色的，这个它是后台自动帮填了，这些灰色的出现这个小红图标，就是你不用自己填，它都帮你填好了。那 schedule 8我们算填完了，那下个表格要填的就是 schedule 125。schedule 125是 income statement。那 income statement 我们呢要回到我们之前做的，看过上一期视频的，就是我们在 Excel 里面做了那个 income statement 和 balance sheet， 我们可以回 Excel 里面，首先打开这个 income statement。income statement， 你看2025年这里我们是没有任何收入 ，revenue 这里不用填，我们直接就跳到 expense 这里 ，expense 有一项是叫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
80块钱。这里头包括了12块钱的每年的公司注册费，还有大概是68块钱的报税费用，所以一共加起来是80块钱。那我们回到找到 expense revenue， 我们知道是0了，对吧？ expense OK expense， 那这里有个下拉菜单，我们要 add expense view， 从这边找。那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fees 就这个，这是多少？我们刚才说的是80，对吧？看这个是80，那还有一个费用是 bank charge interest bank charge 加一项，你再 add 一个 expense view。你 interest 和 bank charge， 这是多少？228，对吧？我们回到这个 income statement 这边来看，银行扣了一个 monthly fee， 每个月19块钱的 monthly fee， 一年扣下来是228块钱。然后接着还有一项就是 amortization， 还有一个类别就是 expense， 还有一个 expense 就是 amortization。这里有个 amortization of intangible asset， 我们选 amortization of tangible assets。这里呢，它虽然是amortization of a tangible asset， 我们刚才说了哈，我们有3个类别是吧？8.0， 回到 Schedule 8这边有3个 class 是吧？这个8.0是 4.1 和 10.1。然后呢，这个表格我们看到的底部可以看得到，就说今年可以折旧的这3个类别是217这一行，这个数、这个数、这个数，这3个数加起来就是今年折旧的数目，这3个数加起来是2335。Schedule 8算出来的2335要抄回到 Income Statement Amortization 那一行。然后回到 Schedule 125这里，刚才这个 Amortization of Tangible Asset， 我们把这个3个类别都放在这里，3个加起来是2335，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这么算。2335。那 schedule 125填完了这个 amortization of tangible asset， 这些它都自动帮填了，都是自动帮填了。9999这个，那我们就往下走，到 schedule 100，schedule 100，cash and deposit。那我们又回到我们的 Excel balance sheet 这边 ，balance sheet， right？ 我们有一个 cash and deposit 是36031，然后呢，我们看看，接着回到 Excel 的 balance sheet， 有这个 machinery， 我们就到这个 capital asset 看看 machinery。
在这儿 ，machinery and equipment。应该就是那个了，是那个 machinery。21376，我们以前说过，这是当初公司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买的一些设备，家居啊、电脑啊。21376，这个数目每年都是不变的。21376，填一下213，是吧？21376，然后接着到 accumulated amortization。表格抄过来 accumulated amortization。这有 accumulated amortization on machinery。balance sheet 这边抄过来13101。13101。好，那我们现在填 liabilities。liability 我们也是回 Excel 里面 liability 这边我们有一个 due to shareholder 613。613填好，然后呢，下一个就是 shareholder equity， 有个1000块钱 common share capital， 这是当初股东的钱。shareholder equity 这有个 common share。common share。好，直接在这里 common share 1000块钱。好，这些都是不用填。好，回到 Excel 的 balance sheet，retained earning，retained earning 不在 sheet， 那我们就回到 income statement，income statement 这边有 retained earning。OK， 我们可以看到 retained earning 在这里哈。回到表格上面看看 retained earning， 它会问 OK3660这一行它有 beginning of the year 这个 star 叫 beginning of the year， 就是2025年开年的时候 retained earning 有多少？回到beginning of the year retained earning 是45336，那我们就填一下45336。填完了这个，剩下的它都自动帮算好了。这整个 balance sheet balance 的，你看哈，刚才他说3600这一行，3640这一行应该要等于这个 total asset， 要等于 total liability and shareholder equity， 这叫 balance sheet balance 了。那这个 schedule 100 balance sheet 我们填完了，往下走 schedule 1。
Schedule One 我暂时没看到 CloudText 有帮关联。这个 CloudText 有点跟那个我们以前用的另外一个 FutureText 有点不太一样。在 FutureText 的时候，我们填完了 Schedule 8、Schedule 125和 Schedule 100，它 S1 它是自动帮填的，自动帮关联的，是自动帮关联的。这个我们到时回头再看。我们现在往下走，看看 S4，哎，它是自动帮填的。S4 你看自动帮关联的，这些都是帮填好了。S4 是不需要填了，也是它帮填好了，帮填好了。OK， 那我们再去，我们先填 schedule，OK，schedule 50，这是股东信息。好 ，schedule 141，schedule 141是问谁帮你报的税，是你自己呢，还是别人呢？这些就是基本的知识，就慢慢填吧。我们填完了这些表格，我们往下走一下。你看所有的 schedule 8、schedule 125、schedule 100、schedule 1、4、50、141，往下走。哎，他检查到一个错误。Enter the related base amount when reporting an allowance on accumulated amortization。我们点 Fix Error 看它给我们引到哪里？引到这里，但是没有 highlight 哪一个。我怀疑这个 machinery under construction 这个，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更好的选项，给它掉。machinery equipment furniture and fixture 应该是多少 balance sheet 这边是第10行21376。21376。OK， 我们填完了，我们再看来这样的再 check 一遍。Oh, congratulations, your file is error free. OK, free. Continue. OK， 又过了。我们再回到这个 forms 这边。好，我们填完了 schedule 8、schedule 125和 schedule 100。schedule 4它是自动帮我们填的，这个我们已经是，你看它自动帮我们填了。然后之前我们有提到 schedule 1，schedule 1这些项目都是我们不需要填，对我的公司来说是不需要填的。然后我们比较一下另外一个工具 FutureText。当我们填完 schedule 8、schedule 125和 schedule 100的时候 ，schedule 1它有东西被自动填了，你看。这是另外一个工具 FutureText 2025年的报税 Schedule 1， 你看它会有 Line 你看啊 Schedule 1， 对，你看它是有 Line A 负的2643，还有 Line 104，还有一个 Line 403。这几个 line 是很重要的，就应该是工具本身帮填了的。如果我们填了schedule 8、schedule 125和 schedule 100，S1 工具应该是会自动帮我们填的。我们看到了是吧？你看 line A 104
403都填了，对吧？它帮我们填了绿色和蓝色，它自动帮我们填。然后我们回到 Cloud Text 里的，我们看不到 Box 104，也看不到 Box 403。然后我们会做，我们看看 validate 一下，看有没有 error， 对不对？我们之前做过 error check my return 有没有 error， 它是没有 error， 没有 error， 那怎么办呢？我们去看看这个 PDF， 看看 PDF 的 S1 里面有没有。OK， Schedule 1，PDF 的 Schedule， 哦 ，PDF 的 Schedule 1，你看它有 Line A 2643 104 2335，哎都有，然后还有403 2335。在 PDF 里面它都有，但是在那个 Web Page 它没有。那我们 File Text 的，它是 based on 这个 generate 这些 PDF 的 form， 它会做 filing。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它并没有在 Web Page 上 display， 但是在 PDF 上是有，说明它会帮我们一起，就是后台它是有数据的，虽然它在 Web Page 不 display，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明我们这个 text filing 是完成了的，应该是没有错了，系统也检验过没有错。那我们就回到 review， continue， 然后 submit text return， 需要一个 web access code， 这个你是可以跟 CRA 要回来的，要到了你就可以去做你的 net file。我们就用 Cloud Text 把我们的小公司的税报完了。我们再复习一遍哈。首先呢，就要在 Excel 里面把 Income Statement 和 Balance Sheet 做好。做好了以后，这些数字就可以直接从 Excel 抄到 Schedule 的表格里面。自己要填的呢 ，Schedule 是 Schedule 8、Schedule 150和 Schedule 100。填完了以后 ，Schedule 4。还有 Schedule 1， 它是自动帮你填的。Schedule 50是 Shareholder Information， 这些也是很基本的问题，自己能填，没有什么问题的。Schedule 141就是要告诉税务局，谁帮你报的税是会计师还是你自己。所以，这我们就是做完了。2025年这个做完了。往下走要输入 Web Access Code， 这个 code 可以跟 CIA 要到，然后接着往下走。哎，你看到了最后一步，你看这里他说0分钱，由于税务比较简单，又是第一年用 Cloud Text， 所以是不用花钱就把 T2 给报了。接下来就可以把它交到 CRA 了。